秋天一来，中国的街头就飘满了桂花香。除了桂花，这个季节还有一种特别齁甜的味道——葡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秋天里这些齁甜的中国味道。在中国，秋天又叫做金秋，而且中秋节也是在秋天呢。中秋节是一家团圆吃月饼的节日。听说5仁的月饼能随机杀死很多人，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花生，有些人吃花生过敏。不过在我眼里，甜和香就是秋天这个季节最重要的味道。你们国家的秋天最典型的味道是什么呢？有关甜的口语表达，首先除了很甜之外，还有超级甜、非常甜，但是这些形容词都太寡淡了。生活里我们还会怎么说呢？基础的表达是很甜、非常甜，进阶的口语有这些：齁甜、齁甜、倍儿甜、倍儿甜、齁甜。这葡萄可真甜，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：这葡萄齁甜齁甜的。齁甜。还有蛋糕也是齁甜。这个齁字可以理解为程度副词。还有倍儿甜，倍儿甜是北京方言，它有卷舌音，可能不太好模仿，但是齁甜，齁这个词就比较简单一些。齁，大家看，这种绿的像翡翠一样的葡萄就是阳光玫瑰。别看现在中国到处都是，它可是个海归呢。它最早是从日本引进的品种，因为甜度高，还有玫瑰的香味，所以中国人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美的名字，叫阳光玫瑰。阳光玫瑰它是海归葡萄，像蓝莓、牛油果也是海归水果。一个口语里的词，海归。海归这个词本来是海外归来的缩写，在口语里我们用它来指代留学生，用来形容从国外引进的水果品种就非常生动了。老板说前几年这种阳光玫瑰能卖上上百元一斤呢，就是因为那会儿阳光玫瑰还是个稀罕物，是高端水果。它从日本来的身份加上口感确实好，所以特别能卖上价。后来中国的果农大量的种植，产量上来了，价格自然就下去了。现在10几块钱甚至几块钱都能买到呢，真正实现了阳光玫瑰自由。口语点有这些：稀罕物，稀罕物是指稀奇少见的东西，完美形容了阳光玫瑰进入市场的时候那种稀缺的状态。稀罕物，比如扫地机器人在农村还是个稀罕物呢， AI 在大城市已经不稀罕了，每个年轻人都会用它来修照片。稀罕物已经不稀罕了。实现财务自由，它的意思是说实现被动收入，覆盖日常生活所需，这个叫财务自由。搭配的句型是这样的：实现加名词再加自由，就是说某个商品的价格已经降到可以随心所欲、毫无负担的消费水平，或者你的消费能力可以不用看着价码直接购买，就可以说实现什么什么自由。你有没有实现冰淇淋自由就是说想吃多少冰淇淋都可以。那你现在实现了什么自由呢？刚才我提到稀罕的东西才能卖个好价钱，还有这些搭配：找个好婆家，挑个好媳妇儿。你发现了吗？结构是动词加个，好再加名词。你试试造句，比如想个好办法，说个好故事，买个好手机，还有酿点好酒。酿点好酒。秋天是吃葡萄的季节，吃不完的葡萄，有些人就拿来自家酿点东西。在中国，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，
但是我呀，从来不敢弄。一方面是自己喝不了酒，另一方面呀，我还被新闻给吓坏了。因为新闻里说，有的人就是喝了自酿的葡萄酒，全家人甲醛中毒。要是大家都自己酿，那葡萄酒厂是不是要关门啦？哼，我要是资本方，我也让媒体大肆宣传自己酿酒很危险。除了直接吃酿酒之外，还能做成葡萄干。葡萄干，新疆可真是个好地方，那儿特别热，很适合把葡萄晾干。新疆的葡萄种类更多，制成葡萄干之后有这么大呢。你呢？你喜欢吃葡萄吗？在你的国家，葡萄有哪些吃法？你爱吃葡萄做成的甜点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忆，有这几个小题目会用到刚才的词哦。下面哪一个词是指非常少见的东西？齁甜、羡慕、自由。你看看选哪一个呀？第二个问题，实现奶茶自由的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不喝奶茶了；第二个，可以随便喝奶茶，不用担心价格；第三个，开了一家奶茶店。好，这句话添上一个今天学会的程度副词，你看看，比很更夸张的词是什么？这葡萄齁甜，这葡萄倍儿甜。第二个句子，牛油果是个什么样的水果？如果我们要说从国外引进的水果，用中文的口语词怎么说呀？好，下面的结构我们来造一个小小的词，动词个好再加名词，比如想个好办法，想个好办法。你自己再来试试造其他的短语。在你的国家，秋天最典型的味道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葡萄做法是什么呢？这两个问题呀，欢迎你在评论区回复我哟。好，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